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2年10月31号星期一。那最近有收到很多台淘汰下来的加压机，那目前只有2台是型号一样的，还有厂牌也是一样的，木川 KQ200的。记得上次有换一台也是木川的。我看一下时间已经是4年前的东西了。那我想说这一种机器可能我自己也要留一台备用的，就是它如果临时坏掉，我还有一台可以先替代，然后再去买一台新的这样子。所以就看到2台型号一样的，我就把它收回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先进行检修，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。那这一台的话，那目前看起来它应该是没有漏水的问题，缺点就是它是铸铁的，所以它里面都有生锈的问题。那我们先看一下马达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了。目前可以通电，但是它马达好像卡住了，所以我们先把它运转看看。它感觉上马达比较紧一点，再试试看。它没有办法带动，然后感觉马达的比较不容易转动。等一下我们看是不是启动电容的问题。那这一台目前就是要检修。那这一台我先给它做一个插座起来。那我们先插电看看。这一台还可以耶。那确定马达可以的话，我们先来检查看看它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。漏水的问题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，不过都生锈的比较严重一点。这一台理论上感觉应该是可以啦，应该是 OK 的啦。那我们来检查这一台为什么带不动。最简单的方式要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，就是2台对调。对调之前我们做一下记号，这确定是 OK 的，就是2个拔下来而已，对，然后把它换过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插电看看，启动，一样有马达卡住的问题，所以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。那我们一样测试看这一颗好的还是坏的。那这一台可以启动，那就代表电容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就先把它装起来。这一台就直接拆开来看。培林目前看起来是还 OK， 看一下马达里面，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有生锈的问题，那问题可能就出在前面的，所以我们连前面都给它拆掉。那它里面就是这样子，都生锈了。这样子马达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继续拆吧。反正这一台坏掉也没关系啦。然后看这2条线是哪2条，这2条而已，它可以拔起来的，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拆掉。生锈了。
我们这边试一下，那我们强迫把它逼出来看看。那这样子就拆下来了。这一台目前看起来就是烧掉了，马达这边烧掉了，所以我们这一台就是拆了。那线的部分，这个座我们可以留着，留着以后有需要更换的时候我们再更换。今天是2022年11月1号星期二。那昨天拆到一半，那今天继续来完成这个拆机的作业。这一台烧掉了。所以我们是直接把零件拆一拆，然后拿去卖回收的。那你如果是有打算再装回去的话，你可以去网络上找他们的使用说明书，那它里面就有详细的介绍，然后这边是它的分解图。除了机械轴锋这边比较不清楚以外，那其他的部分你都可以按照它相关的说明再把它组装回去。所以我今天就是以拆机为主，那就没有要分享详细的组装回去的过程。那今天就是拆卸的过程当中，将一些可以留的一些零件把它留下来。这一台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漏水的问题。所以它的一些水封啊，一些相关零件都是可以留下来的。那这边我就是继续把它拆解完成。那这一台已经大致上全部拆解完成了。好，那铁的东西我们就直接卖掉。那我会将机器里面的一些轴承、机械轴锋，只要不是铁的一些零件，我都会先把它留下来。这个应该不是铁的，这个是铝的。外盒，反正只要不是铁的东西，我就会先暂时的把它留下来。日后有一些机种比较好的，看它坏什么东西，那我就把它替换过去。那这样子理论上就可以继续使用一个二手的一个机器。电容这个也是经常坏的一个零件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留下来。加压机的话，我个人建议是不要选择这种铸铁的。因为毕竟它太容易生锈了。你如果每天使用的话，是不会感觉到水有什么污染的问题。但是你只要时间一久，它自然而然会有锈水进到你家里的问题。理论上我还是建议你购买全机不锈钢的，那或者是塑钢的，至少会比铸铁的来得好。虽然说铸铁的它比较耐用，但是还是会有卫生疑虑嘛。那我这一篇木川 KQ200型号的拆机分享文章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